在互联网世界里，有一个几乎所有公司都必须遵守的规则，只要你在别人的平台上赚钱，他们就会拿走30%。苹果是这样， Google 是这样， Steam 是这样， PlayStation、 Xbox、 Nintendo 也是这样。你辛辛苦苦做一个产品，用户花了100块钱，平台直接拿走30%。很多开发者第一次看到这个规则时，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：凭什么？为什么是30%？为什么不是10%，不是15%，也不是50%？更奇怪的是，这个比例几乎出现在整个互联网世界。App Store 是30%， Google Play 是30%， Steam 是30%， 主机游戏商店也是30%。好像整个互联网在某个时刻突然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平台抽成等于30%。但真正奇怪的问题其实是，互联网这么大的世界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几乎统一的分成比例？这到底只是巧合，还是一种隐藏在商业世界里的规则？今天我们就把这条规则背后的逻辑彻底讲清楚。很多人以为30%是苹果发明的，其实并不是。这个比例最早可以追溯到实体零售时代。如果你把一个商品放进大型商场销售，比如百货商场、购物中心或者大型连锁卖场，商场通常会抽走20%到40%的销售分成。为什么商场能拿这么多？因为它其实提供了3样非常关键的东西。第一，流量。商场本身就是人群聚集的地方，每天成千上万的人从这里经过。如果你自己开家独立小店，可能一天都没有多少人进门，但在商场里你天然就获得了客流。第二，信任。消费者会默认认为能进入大型商场的品牌至少是经过筛选的，这是一种品牌背书。第三，交易系统和秩序管理。商场负责收银系统、售后体系、安保、秩序统一管理，你不需要自己去搭建这些复杂的系统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在租一个简单的柜台，你是在进入一个商业生态系统，而进入生态是需要付门票的。互联网平台本质上就是数字时代的超级商场。2008年，苹果推出了 App Store， 这在互联网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当时苹果面对一个关键问题，如何让全球开发者愿意进入这个平台？如果开发者不来，平台就不会有应用，没有应用，用户也不会来。于是苹果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则，开发者拿70%，平台拿30%。这个比例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精妙。如果平台抽成太高，比如50%，开发者就会觉得不划算；如果平台抽成太低，比如10%，平台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护生态。30%刚好处在一个心理平衡点，开发者觉得还能接受，平台也有动力持续建设基础设施。更重要的是，苹果做对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，它把整个数字分发生态标准化，开发者不需要再自己解决支付系统、盗版问题、全球分发、更新机制、用户管理、版本审核，所有这些复杂问题平台统一解决。于是 App Store 很快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自然了， Google Play 几乎复制了同样的规则， Steam 也采用了类似的分成模式， PlayStation、Xbox、Nintendo 的数字商店同样如此。于是一个原本属于苹果生态的规则，慢慢变成了整个数字世界的默认分成结构。很多人会觉得平台只是提供下载渠道，为什么要拿这么多钱？但在平台经济里，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技术，而是分发能力。如果没有平台，你的应用可能根本找不到用户，你可能需要自己去做广告、做渠道、做推广、做支付系统，这些成本加起来往往远远超过30%。平台做的事情远远不只是上架，它同时在提供用户入口推荐算法、支付系统、全球结算、内容审核退款体系、反欺诈系统。这些系统背后其实是巨大的技术和运营成本。但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平台掌握着用户，用户每天打开的是 App Store， 打开的是 Steam， 打开的是 PlayStation 商店，而不是你的应用官网。谁掌握用户，谁就掌握定价权。所以平台收的那30%，很多时候买到的其实是流量加信任加分发权。很多人会问，既然30%这么高，为什么没有平台说我们只抽10%，开发者都来我们这里？理论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竞争策略，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。原因在于平台经济存在非常强的网络效应，用户越多，开发者就越多，开发者越多，用户又会更多。
这种循环一旦形成，后来者就很难挑战，即使抽成更低，也很难把用户吸引过来。例如很多新的应用市场，即使分成更低，开发者仍然优先选择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， 因为那里有最大的用户群。所以现实情况往往是平台先建立生态，再稳定抽成。于是 30% 逐渐成为一个长期博弈形成的行业均衡点。不过这个规则并不是完全不可动摇的，最近几年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挑战。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 Epic Games 起诉苹果。 Epic 在堡垒之夜中加入自己的支付系统，试图绕开苹果的 30% 抽成，结果苹果直接把游戏从 App Store 下架，双方打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官司。这场争议让苹果税这个词开始被广泛讨论。另一家音乐平台 Spotify 也公开批评苹果税，因为如果通过苹果支付订阅， Spotify 必须把收入的 30% 交给苹果，这几乎会吞掉它的大部分利润。在监管压力和行业争议之下，一些平台开始逐渐调整规则。例如小型开发者抽成降到 15%， 订阅第2年降到 15%， Steam 对高收入游戏降低抽成。这些变化说明一件事情， 30% 并不是某种自然规律，它只是一个权力结构形成的价格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，如果平台抽走 30% 这么多，为什么开发者依然愿意进入这些平台？原因其实很现实，因为对大多数开发者来说，真正昂贵的不是分成，而是获客成本。如果没有平台，你可能需要自己去买广告。在很多互联网行业里，获取一个用户的成本可能是几美元，甚至10几美元。如果一个用户只消费10美元，而你获取这个用户就花了8美元，那你的商业模式几乎已经无法成立。但平台把这些成本打包进了生态系统里，用户已经在那里，流量已经在那里，支付系统、结算系统、信任体系也已经在那里。开发者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把产品做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平台抽走的 30% 其实是把复杂的商业基础设施统一外包给了平台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很多开发者抱怨平台税，但真正离开这些平台的人却并不多。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平台抽走 30% 的时候，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。平台卖的其实不是技术，也不是服务器，更不是一个简单的软件商店，它真正卖的是一件更稀缺的东西，进入生态系统的门票。在平台经济的世界里，最稀缺的资源从来不是代码，也不是产品本身，而是用户入口。谁掌握入口，谁就掌握分发，谁掌握分发，谁就拥有定价权。所以 30% 这个数字其实不是技术成本，也不是运营成本，它更像是一种通行费，进入生态系统的通行费，进入用户世界的通行费。而当一个平台真正掌握了入口之后，它收的就不再只是费用，而是规则。